高血压是常见的一种疾病，如果血压长时间偏高，很容易损害血管，导致心脑血管疾病，所以控制血压很重要。今天给大家推荐2种豆，对血压平稳有帮助。第一种纳豆，纳豆的营养非常高，其中含有纯素，能排除体内胆固醇，帮助清理血管垃圾。血压高的人经常吃一些纳豆，能让血压更平稳，对身体健康非常有益。第二种黑豆，黑豆呀是常见的食物，也有非常高的营养。黑豆含有花青素、植物固醇，能软化血管，降低胆固醇含量，所以没事呢吃点黑豆，对降血压也有一定帮助。除了上面2种食物外，有高血压的人也可以多用玉米须泡水喝，降血压效果呢也很不错。平时还要注意少生气，没事多运动，对血压平稳。如果你也有上面这些表现，很可能是肝不好喽。当当，今天呢教大家2个动作来看。先做第一个动作，双手握拳，轻轻的叩打脑袋，从前往后叩打，反复的敲打5分钟。这样敲打头可以鼓动肝胆经脉的气血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再做呢第2个动作，坐在垫子上，双腿伸直，然后双手叠在一起，压住左腿，身体向右侧倾斜，到自己的最大限度，再做相反的方向，反复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缓解腰背疲劳，还有清肝去火、养肝。腹部不好的人，立秋后做好3件事，强健肺脏，养肺护肺。方法1，自然站立，2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2腿微微弯曲，呈下蹲的姿势，双手放在胸前，弯曲手肘，然后站起时做扩胸动作，同时配合着腹部呼吸，这样反复练习3到5分钟，可帮助扩大肺活量，强健肺脏，对养肺有很好的效果。方法2，多吃养肺食物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见的养肺食物有莲子、百合、雪梨等等，这些食物立秋后吃，对肺部有非常好的保养作用。方法3，每天进行有氧运动。大家都知道，运动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立秋后，大家可以早晚出去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太极拳等，每天坚持，对肺部健康也是有非常大帮助的。那立秋后天气呢比较干燥，所以很多人心肺功能可能会出现问题，不妨试试上面这3个小方法，坚持下去，肺部可能会越来越好。我的女朋友天天熬夜追剧我就好心的提醒她小心肝儿，她就笑嘻嘻的回我小宝贝儿，我说小心肝儿，她说小宝贝儿，最后我崩溃了。说到小心肝儿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肝脏。肝脏好的人呢，腿上可能有一个特征，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。俗话说肝主筋，所以一般肝脏好的人，腿上关节也是比较灵活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呢，很多人的身体开始衰退，更有的人呢会出现腿脚不利索的情况，这可能就是肝血不足了。那除此之外，肝脏好的人腿脚也不容易抽筋儿，所以如果你腿上关节还很灵活，也不容易抽筋儿，说明肝脏还算不错。很多女性会发现自己刚过30岁就开始衰老了，而且看起来一点精神都没有，其实可能是这些习惯害的，希望你尽早改正。睡觉时带妆。每天出门前，女性朋友都会化上美美的妆，但是晚上回到家，有的是因为太懒，有的是因为回家太晚就带妆睡觉了。如果这样长期不卸妆，很容易使毛孔堵塞，皮肤得不到很好的呼吸，时间长了就会变得毛孔粗大，皮肤暗黄，加速人衰老。一旦不化妆，就让人显老10岁。带气入睡。女性朋友要注意，千万不要带气睡觉，因为生气会让人心跳加速，影响睡眠质量，长期这样也会使人加速衰老，皮肤变得越来越差。所以睡觉前，女性朋友要学会放松，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，这样对睡眠有帮助。睡觉前玩手机。现在的人几乎是手机不离手的，睡觉前也要玩很长时间。其实手机是有一定辐射性的，如果长时间玩手机，手机辐射会伤害脸部皮肤，使人出现毛孔粗大、黑眼圈、皮肤粗糙等情况。
而且对眼睛的伤害也很大，尤其是那些熬夜玩手机的人，也会导致人快速衰老。所以女性朋友如果不想衰老太快，上面这3个坏习惯就不要有了。平时多注意护肤，可以多练练瑜伽，平时多喝水，这样对延缓衰老有帮助。高血压在中老年群体中非常常见，高血压的危害很大，可以说是长寿路上的绊脚石，所以日常生活中要做好保健工作。若能做好下面这3件事，有助控制好血压。第1件事，调节好情绪。个人情绪对血压有很大影响，如果本身血压比较高，再出现起伏比较大的情绪，比如过于兴奋或者是生气，都会使血压上升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所以有高血压的朋友，平时一定要调节好自己的情绪，避免情绪波动大。第2件事，调整好饮食。血压高的人最好少吃盐，如果盐摄入过多，也会引起血压升高。除了我们经常吃到的调味料食盐外，还有一些含盐分比较多的食物也要尽量避免，这样对控制血压有帮助。第3件事，按时服用降压药。有高血压的人千万不要停降压药，要长期坚持服用，这样才能控制好血压。即使血压稳定了，也不能够擅自停药，要听从医生的建议，以免造成严重的后果。除了要做好上面这3件事外，平时还要少烟少酒，适量的运动，多测量自己的血压。只有这些都做到了，那么血压也不敢造。现在呀，保温杯里泡枸杞已经成为呢人到中年的一个标签了。不是有句话呀是那么说的吗？人到中年不得已，保温杯里泡枸杞。哎，我记得有首歌里的一句歌词也是保温杯里泡枸杞。哎，其实啊，枸杞还可以呀和其他东西一起搭配用，那效果呀可能会更好。那枸杞里加点菊花，它们搭配在一起啊，营养会翻倍，有助呢促进体内毒素排出，有养肝护肝、降肝火的作用。枸杞里加点黄芪。黄芪和枸杞在一起泡水喝呢，可以帮助提高肾脏功能，减轻肾的负担，有很好的养肾益气的效果哦。最后呀，就是枸杞里呢加点红豆薏米，它们搭配在一起，最好呀是用来煮粥喝，有祛湿排毒、减肥瘦身的效果。那快看看哪种搭配是你需要的吧。现在很多人呢都喜欢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生，枸杞呢也确实是好东西，但是啊，除了枸杞，还可以用一些别的东西泡水喝，或许比喝3杯枸杞都好哦。哎，那下面呢，木子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吧，那就是蒲公英了。蒲公英啊是生活中呢经常见到的，它的营养价值很高。其中含有大量的蛋黄素、单坚和红罂素，有很好的清热解毒、养肝明目的作用。那经常啊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帮助修复受损的肝细胞，降低肝火，还能够增强抵抗力，有益身心健康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每天都要喝水，虽然说多喝水对身体有好处，但也不是随便喝喝就可以了，喝水也是有讲究的。3个时间最好别喝，不然对身体健康不利。睡觉之前大量喝水，很多人晚饭吃的比较晚，吃完之后容易喝很多水，然后就洗睡觉了。晚上喝太多的水很容易加重肾脏负担，而且还容易使人频繁起夜，影响睡眠质量，同时还会造成水肿的情况，所以大家最好不要这样做。不过适当少喝一点还是有好处的。剧烈运动后喝大量水，因为剧烈运动之后身体会出很多汗，这时很多人就容易感觉到渴，然后喝大量的水，这样很容易加重心脏的负担，对心脏健康不利。所以剧烈运动完之后10分钟再喝少量的水是最好的。饭后喝大量的水，很多人吃完饭后马上就会来一大杯水，这样很容易降低肠胃的消化和吸收功能，使人出现消化不良、腹泻等症状。所以大家吃完饭后尽量先不要喝水，可以半小时以后再喝。喝水是免费的长寿药，如果喝对了，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。那上面这3个错误，希望你尽量避免。期吃黑枸杞有什么好处？2类人最好不要碰，对健康不利。好处1，可以美容养颜。黑枸杞中含有大量的花青素和维生素，经常吃不仅可以美容养颜，还有很好的延缓衰老的作用。好处2，可以预防脱发。
生活中很多人呀会有脱发的情况，这时不妨吃一些黑枸杞。黑枸杞能够促进头发生长和血液循环，有很好的防脱生发的效果。好处3，可以改善睡眠。经常失眠、睡眠质量不好的人，可以每天睡觉前吃几粒黑枸杞，有养心安神的功效，可以帮助改善睡眠。所以经常吃黑枸杞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益处。对于黑枸杞，大家可以泡水喝，也可以直接嚼着吃，每次最好不要超过10克。那有2类人是不宜吃黑枸杞的。第一种，脾胃虚弱的人。如果脾胃虚弱的人吃黑枸杞，很容易出现拉肚子、消化不良等情况，所以建议这类人最好不要吃。第二种，血糖高的人，因为黑枸杞中含有一定的糖分，所以建议血糖高的人不要短时间内大量的吃黑枸杞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知道黑枸杞有哪些好处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